1999年立白病毒发生后，农粮局就不准我们再卖猪血。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没有猪血的日子？但今年猪血它回来了。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就大概从去年的年头开始，花了差不多1整年的时间。从泰国到新加坡，久别重逢的猪血够不够解本地人的馋？货源目前为止其实是有限量的。第一点就是要看市场的弘毅，然后第二点这个食安的问题要严谨把关。我在1994年在珍珠巴萨牛车水这边卖猪杂汤跟肉骨茶，以前有卖猪血。因为那时猪血并没有禁止啊，所以一般上都当作是正常的配料咯。猪血有在猪杂汤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是可口的，好吃。猪血滑嫩细腻的口感，伴随着淡淡的铁质香气，曾经是很多人的心头好。翻翻老报纸，它当年也是美食报刊和健康专栏的常客。如此普通的食材，却在1999年3月开始从本地餐桌上消失了。1998年至1999年间，马来西亚爆发严重的立白病毒疫情，随后蔓延至新加坡，导致本地屠宰场11人染病，1人死亡。为防范疫情和保障食品安全，政府从1999年3月开始全面禁止本地屠宰场采集猪血，同时不批准任何猪血进口我国。其实，动物血液本身在运输过程中非常容易滋生细菌，不卫生的采集方式也很容易引发集体食物中毒，因此动物血制品一直没有获得重新进口的批准。刚开始我们是以豆腐来取代了，但是我本身觉得说效果并不怎么好，所以我就说是不再用其他的代替品，就是把猪血的那一部分已经完全去掉了。那时价钱方面我并没有调整，我就改以肉类跟猪肝来取代猪血，所以数量上还是一般啦，一样。不过，今年4月，新加坡食品局宣布批准本地业者从泰国进口经过加热处理的猪血制品。所以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就大概从去年的年头开始，花了差不多1整年的时间。产品都是一条龙的生产线，然后我们自己生产饲料，自己饲养的猪只，所以我们可以确保那个供应方面的那个产品是符合标准的。批准售卖的猪血来自位于泰国东部北柳府的邦克拉屠宰场，猪只经过人道处理被杀死后，它们的血液会在4分钟内被密闭管道收集，这一步减少了血液被污染的风险。这些猪血经过过滤，去除杂质，然后马上降温来抑制细菌滋生。过后，猪血会被送入托盘中密封，在90到95摄氏度下蒸煮40到45分钟，进一步杀菌。这时候，猪血就会凝固成我们熟悉的块状。然后，它们会被迅速降温至0到4摄氏度，进入冷藏保存，等待出货运输。在出口前，每一批猪血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测。除了检测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产品也必须确认不带有动物疫病，包括口蹄疫、猪瘟等疾病。这些猪血从泰国坐船运到新加坡，也都会保证全程0到4摄氏度的冷链运输。最后，它们会被配送到超市、餐馆和小贩摊位。在超市的定价是在6块9毛半。餐饮业呢，那就看各个的不同的那个他们的需求，那个价格可能会稍微不一样。6月初开始，第一批猪血陆续在本地超市售卖。根据平价集团提供的数据，旗下的平价超市6月4号开始售卖猪血，推出仅仅5天，已卖出超过80%的库存。一些超市的猪血更在开卖首日傍晚就全部卖完。集团表示，如果猪血持续热卖，将考虑更频繁的进货。除了在超市抢购猪血，也有人直接到餐馆解馋。这个猪血，它的口感很柔润，这样。我觉得好吃，好像豆腐一样。我有尝过鸭血，我觉得那个也不错，所以猪血可能也是一样的口感，所以我就 try 一下。
以前的味道已经忘记了，现在是想来吃一下，因为又有的卖，就是想要重温以前的味道是怎样的。我时常出国都在吃猪血，这个好像比较软，美国吃的也是硬的，泰国也是硬的。其实这个猪血 taste 很像豆腐，软软的，但如果汤煮久了，就有那个汤的味道了，吸收那个汤的味道，挺特别的。好像那时我在台湾吃过，会比较有腥味那种 iron 的味道吧，这个没有这么明显。得知这个开放的政策之后，其实我们的这个 operation team director 他就会召集我们产品部的一些同事去讨论说，我们可以开始去找相应的这个供应商，包括说就是因为我们要去验货嘛，包括说要拿一些 sample。第一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像第一天，就是早上就有客人在我们店门口等着，就是开门，然后就问，你们今天就是有卖猪血啦？点击率还是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一个猎奇的心态啊。我觉得看到了这个好食材，我们肯定尽快要上这个菜里面，要把它还原到原有的这个传统美味吧。在29号、30号、31号，我们是当成赠送给大家，然后从4号开始，我们财神证，比如说有几个菜可以销售，顾客还觉得想尝试的，其中有一个川椒炒韭黄，还有酸菜这个酥黄煲跟脆皮那个酥黄，所有的门店大概卖1分多，就是销售有1000多份左右。本地现在只有一家猪血供应商，货源有限，不少超市和餐馆没办法大量订购。第一点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然后第二点这个食安的问题要严谨把关。我们一定是要放在0到10度空间里面，然后泡冷水在里面，它其实保持跟豆腐一样，然后是7天的这个保质期。供应商它是跨国冷链送过来到我们的中央厨房之后呢，分配到每个门店去。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去记录这些时间，包括比如说我是今天几号开封的，然后呢我只可以就是在几天内，或者是说我的用量是怎么样的，我们就预估好了。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以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长期菜单之一。不过也有人还在谨慎观望猪血带来的这波商机。讲老实话，其实我心里是坎坷不安了，因为吃的人有些已经习惯没有猪血的配料了。你如果加进去的话，或者人家会觉得说，猪血他们不适应，只有单一的一个供应商。如果供应紧张的话，我们拿不到也是麻烦，因为我们的需求比较少，所以供应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成本肯定会比其他拿多的更高。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吃亏的一边。其实大家都在观望啊，讲实话，因为毕竟已经经过了27年没有吃猪血的时代了，看市场的供需。